叶刀，全球22%的成人死于吃错饭。记住4点能活得更久。引言：不好好吃饭也会折寿。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危言耸听，但大量研究证实，饮食习惯确实会显著影响个人的健康状态。随着人们对健康的关注日益增加，关于吃饭习惯的争议也越来越多。有的人觉得少吃更健康，于是故意少吃一顿，控制食量。但也有人认为一天3餐按时吃才更健康。那么，究竟怎么吃饭才是正确的？少吃对身体究竟有没有影响呢？一天吃几顿饭才好？少于这个数更容易折寿。吃得多会减寿这个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免疫杂志上曾发表过一项研究，研究员从动物实验中发现，当动物摄入的热量适当减少后，反而寿命更长。因此，为了延寿，很多人故意不吃早餐或者晚餐，以此减少饭量。然而，这样的做法并不利于健康，容易导致营养不良、代谢运转异常，甚至危害生命健康。中国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和美国爱荷华大学曾联合开展了一项相关的前瞻性研究。在8年时间里，研究人员随访记录了受试者的饮食习惯，期间4175名 17.4% 受试者死亡，其中878名受试者死于心血管疾病。研究人员发现，一天吃少于3餐，心血管疾病和全因死亡风险反而更高。根据数据显示，比起每天进食3餐的人，每天进食2餐的人，最终心血管疾病上升了 10%， 全因死亡风险也提高了 7%， 而每天只进食1餐的人情况更加严峻，心血管疾病和全因死亡风险分别上升了 83% 和 30%。因此，一天3餐无论少了哪顿都不利于健康长期发展。而且少吃的餐次，在下一次进食时，体内葡萄糖代谢波动幅度较大，反而会影响新陈代谢的正常运转。此外，研究还表明，缺少任意一餐引发的死亡风险也不同。在吃不吃早餐的对照组中，不吃早餐的人心血管疾病升高了 40%， 全因死亡风险提升了 11%。在吃不吃午餐的对照组中，不吃午餐的人两项风险分别升高了 12% 和 15%， 而晚餐对照组中，不吃晚餐的人则是分别提升了 16% 和 19%。因此，早中晚餐少哪一顿都对应着不同的健康风险，尤其是不吃早餐，对于心血管本身就不好的人，更容易引发严重的并发症。所以要想长寿，3餐要吃好。柳叶刀，全球22%的成人死于吃错饭。实际上，除了吃得少，吃错饭引起的健康风险同样不可忽视。很多人不以为意，但事实上，很多人面临的健康隐患大多来自这些不良饮食习惯。柳叶刀曾发布过一篇关于全球195个国家和地区饮食健康的大规模研究报告，总结了不良饮食结构带来的死亡率和疾病风险，已经成为全球健康威胁的一大要素。其中，中国错误的饮食结构带来的死亡率和疾病发生率最为突出，甚至比热爱高糖高油饮食的美国都要严重。这已经不是我国第一次被点名批评了。2017年，我国就曾因饮食结构问题，成为全球心血管疾病和癌症死亡率均排第1的国家。专家提醒，我国饮食结构问题主要来自以下3个不合理摄入。食盐摄入量居高不下。根据权威数据统计，我国日均食盐摄入量排全球第1，人均食盐摄入量更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摄入量的2倍。过量的盐摄入会导致高血压，而高血压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风险因素。全谷物的摄入量太低。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科学研究报告2021的统计情况来看，我国居民每天全谷物摄入远低于建议摄入量。80%的人日均全谷物摄入不足50克。全谷物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营养素，有助于降低慢性病风险。人均水果摄入低。虽然国民蔬菜摄入量不低，但水果摄入量却非常低。比起膳食指南建议的200到350克每天的水果摄入量，我国居民才摄入平均40克左右。水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对身体健康有诸多益处。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膳食不均衡问题，却导致了很多健康隐患。
所以，为了健康，一定要重视这些膳食结构问题。3. 一日三餐怎么吃更健康？记好4条平衡膳食准则。既然饮食健康不容忽视，那么日常怎么吃才能达到膳食平衡呢？以下是4条平衡膳食准则。1. 食物多样。一日三餐尽量选择不同的食物种类，保证食物多样性，才能获取不同的营养元素，达到营养均衡。建议日均摄入食物种类数达到12种以上，每周至少吃够25种以上食物。食物多样化不仅能满足身体对各种营养素的需求，还能预防单一食物摄入过多带来的潜在风险。2. 规律进餐。不规律饮食是导致肥胖、肠胃疾病、代谢异常、2型糖尿病的高危风险因素。因此，3餐一定要按时吃，定时定量，达到正向循环，才有利于健康发展。规律进餐可以稳定血糖水平，避免暴饮暴食，减轻消化系统的负担。3. 会烹会选。煎炸、熏烤等烹饪过程中会产生其他有害物质，不建议长期使用。日常最好以白灼、清蒸、水煮、凉拌等方式进行烹饪，既可以保持食材的营养价值，也减少了消化负担。选择食材时，尽量挑选新鲜、营养密度高的食物，比如深海鱼、鸡蛋、芥蓝等，避免加工食品和高糖高脂食品的摄入。4. 粗细搭配。日常主食选择可以兼顾大米、全谷物、杂粮以及杂豆。粗细搭配食用，既可以增加食物种类，又可以避免过粗过细饮食带来的不良影响，充分保证营养吸收健全。粗粮富含膳食纤维，有助于肠道健康，预防便秘和慢性疾病。4. 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健康饮食？要实现健康饮食，不仅需要理论上的指导，更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付诸实践。以下是一些具体的建议。1. 提前准备，节省时间。为了确保早餐的营养均衡，可以提前准备一些食材，如煮好鸡蛋、切好蔬菜、准备好全麦面包等。这样可以在早晨快速组合成一顿营养丰富的早餐，节省时间的同时保证营养。2. 多样化搭配，避免单调。早餐的搭配应该多样化，避免每天重复同样的食物。可以每周制定不同的早餐计划，如周1吃燕麦粥配水果，周2吃全麦面包配鸡蛋和蔬菜，周3吃豆浆配豆腐和黄瓜等。多样化的搭配不仅能提供全面的营养，还能增加早餐的趣味性。3. 注意食物的烹饪方式。烹饪方式对食物的营养价值有很大影响，应尽量选择蒸、煮、炖等低温烹饪方式，减少油炸和煎炒，以保留食物中的营养成分。例如，鸡蛋可以蒸或煮，蔬菜可以凉拌或清炒，全麦面包可以烤或微波加热。4. 控制食盐和糖的摄入。高盐和高糖饮食是导致多种慢性病的重要原因。日常烹饪时应尽量减少食盐和糖的使用，可以用天然的香料和调味品来增加食物的风味。选择低盐低糖的食品，避免加工食品和含糖饮料。5. 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水是生命之源，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对健康至关重要。建议每天至少喝8杯水，避免含糖饮料和高咖啡因饮料。水可以帮助身体排毒，促进新陈代谢，维持身体的正常功能。6. 适量摄入优质蛋白。蛋白质是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持肌肉质量和免疫功能至关重要。应适量摄入优质蛋白，如鱼类、禽类、瘦肉、鸡蛋、奶制品和豆制品。优质蛋白有助于修复身体组织，增强体力和免疫力。7. 均衡摄入脂肪。脂肪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但要注意脂肪的种类和摄入量。应适量摄入不饱和脂肪，如橄榄油、鱼油、坚果等，减少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的摄入。不饱和脂肪有助于心血管健康，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则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8. 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膳食纤维对肠道健康和预防慢性病有重要作用，应多摄入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如全谷物、蔬菜、水果和豆类。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预防便秘，降低胆固醇和血糖水平。5. 总结，饮食习惯对健康的影响不容忽视。全球22%的成人死于吃错饭，这一数据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要想活得更久、更健康，必须重视饮食习惯。
做到食物多样、规律进餐、会烹会选、粗细搭配。通过科学的饮食习惯，可以预防多种慢性病，提升生活质量。希望大家能够重视饮食健康，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为自己的健康保驾护航。